所以进。我拉肚子了。你拉了25分钟，你整个时间在拉肚子。对啊，在厕所里。也许去了厕所，在厕所门口就听见了呢。搞不好那个厕所它是通的。这个搞不好也太没搞好了。确实，不许这么说我艺人，他说的有道理。你就正好在厕所拉肚子。哎，你别说，通过那个通水管道，边拉边听，什么声音？我跟他是第一次见，我已经是他钦定的女演员。那你最有可能进他办公室了。对，但是我是被他邀请过来的嘛。那说明他很信任你，你平时也不少进他办公室了。没有，我之前没有见过他。没见过他，第一次合作就钦定你当女主。对啊。凭什么？哎，你不可能是第一次见他，我觉得。我是第一次见他。啊？你呢？我是第一次啊。你是之前就见过是吧？我之前拍过。我没合作过，是他跟他合作过，但是我做他助理。那你们俩很有嫌疑啊。有可能是助理想问百亿导演说：“哎呀，金字招牌都来了，我们家艺人肯定还有机会吗？你想在9点半的时候去为他打点一下，咚咚咚，敲开没打开，什么有把柄，为爱杀人，聪明的你看到哇，那个眼睛一闪，在我短短5分钟内策划出了一切。”你怎么有点紧张，有点不自在？我感觉你。我真觉得你有点紧张加不自在。好呀。等一下，他是不是有点不自在？不是，你知道从我这个角度，我能看到他的这边的脸，他这边青筋都暴起。别再多说了，因为马上就要选 X 了。是的，没错。我想问一下，那我们都来说一下，如果我们是凶手，会选谁做 X？我一定选白宇。你选白，那你来，你选什么？我不选。你不选，因为你不是凶手。就算我是，我也不选。哦，可以凶手不选吗？可以不选。但是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。你上次是凶手，你没选呀？然后你今天好像第一次玩啊，原来凶手可以不选啊？你很奇怪啊。你今天怎么这么踩我啊？不是，我不知道，我现在就得观察你，我在抓每个人的漏洞。如果是我的话，你也不会选。我会选你。你呢？你选谁啊？我如果今天是的话，我会选他，因为正常会觉得我选白宇，所以我一定会选他。又是考验演技的时候。何伟明回来不要有任何表情就好了，好吗？为什么这么笑得这么开朗啊？他心想，果然选了我。你是吗？喝水，好奇怪啊！怎么手还抖了一下？哇，我今天好会捕捉细节。你是 S 吗？干嘛这里痒啊？为什么这样？好些动作呀。呵，什么情况？你不是应该是很正义的那种派系吗？观察他。哎，到我了吗？哎，看一下，他有点不太好观察，他应该也笑。你看，他也笑，我怎么有点娇羞呢？你今天这个笑的，有点演了。你是 X 吗？你管我是不是？我怎么觉得他的笑容有点不自然？耶，喝水！我们的水杯今天有什么魔力？里面有水吗？我想问。妈呀，每次路过这儿我都不想动了。主打赢，那你就走这儿别动。太爽了这。你今天的嫌疑倒是很小啊。哼，不要让我对你失望。我现在，你这一搞，你该不会谁的 X 在这拉帮结派吧？
X 是他。你回想一下我们每个人进来的时候的表情就 OK 了呀。这是一个多么简单的事情。你可能没有看到，但是我们可是看到了你们2个人的表情。对啊，你知道你们2个表情有什么差别吗？有什么差别？没有差别。没有差别。对，我很自然啊。你们2个进来微笑的那个面部表情是没有任何差别的，除了你们长得不一样以外。 OK， 好的。而且进来都是同时坐下来喝了一口水。对啊，所有行为都一模一样。对啊，我在模仿他，我不能让你们看出来啊。不能跟你，你这个人有点不靠谱。然后他这个夺命鬼是单独的打的，有人用夺命鬼的这个词条换了痴心鬼的。对，而且是在办公区，他去过办公室。等一下，这个人是凶手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可以承认这一点，就是换这个东西的是凶手。换这个应该是，我觉得。为什么你们觉得换这个的是凶手啊？你现在说的是整个事件当中还存在一个别的外援。我觉得可以有这个逻辑，为什么不能有？这个其实是合理的。你觉得？就是每一个鬼他的那个故事。胆小鬼今天听说了一个胆小鬼的故事，在危险时刻他选择逃离。我觉得契合我听着还挺契合我。还有一个伥鬼，每逢危难他总能全身而退，静静地看着朋友因为信任他而踏入险境。你呀。痴心鬼，听闻推有一个痴心鬼，他深爱着一个人，他为那个人铺好所有的路，温柔地说：“别害怕，我会一直陪着你。”他害怕的人逃离，就是他们，痴心鬼，就是你。你不会因此远离我吧？没有开玩笑，开玩笑。哎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你后来真的爱上他了吗？你现在老问一些无关紧要，因为我想知道他是不是痴心鬼啊？因为有可能他是为了报复我。哦，那他对你就是痴心。哦，不，我觉得要痴心，他更痴心啊。很明示的痴心。我其实没有怎么太喜欢，因为我后来又谈过一些恋爱吧。这个我确实没有告诉你，不是因为我觉得这没必要告诉你，因为我们2个的事情是我们2个的事情。但是确实我承认，行，你们的伦理道德一会儿等谈，伦理等一会儿谈。你要不要这把你们会输的？这把你们会输，什么意思？你今天能不能做把好人？我就是 X 就是我。看你像。我现在很不了解你，所以我不想去管你这些东西了。你既然不选我，选了张凌赫。不是，我要选你的话太正常了，你不觉得吗？是吧？就是让这种出其不意。你不是说你要选我当 X 吗？咋没选呢？你不是 X？ 他挨个问，他刚才也问我一样。好。他就敢问我，问咱俩，他就欺负咱俩，对，真是。你这眼神不对呀、啥眼神？有点。但是这个应该也得你看到？好，都开始互认了啊！我随时用这句话来可以提醒自己写个备忘录，提醒自己，对，不要被所谓的假象所迷惑，一定要坚持我内心所坚持的东西，不要被动摇。你身边的那位代替了我的滋味，他的手捧着玫瑰。原来你偷懒这么爽。我偷什么懒了？他可能已经知道凶手是谁了呀。哦，因为已经跟他搭档了，是吧？怪不得。但你不觉得他今天状态不像是 X 吗？我觉得像是 X， 像是 X。好，维持你的想法，咱们走着瞧。 X 啊，我觉得没有 X。你不要说这样的话，一定有 X。凶手不会再那么大胆了。哎，上一次是没选吗？上次有啊，不一直都有吗一？直都有啊。我觉得他不是 X，你不要说我是不是，你先把自己先说清楚就好了。我不是 X 啊，
好，你估计是 X 了，没跑。张凌和，凭我对你的了解，你已经对我3期了解不够深入了。因为我知道你是不是。你为啥知道我是不是？又得想栽赃嫁祸给我了。好，是。我能不能这样比喻啊？用人来比喻，比如说，那个8以为我杀了他朋友嘛，所以我是那个小号的人。我在那个公司里面说，哎，老板怎么样？然后8一直在打听我的消息，因为他知道我杀了他的朋友，对，是吧？对。所以他知道我在打听老板这件事情之后，他去办公室把属于我的那个鬼换成了夺命鬼。对。他想要干嘛呢？他想让你。想让你去杀人，等于说这个事儿是借刀杀人，又让老板死，又让自己的杀了自己朋友的人死，那简直一箭双雕。这个凶手的逻辑是，动手的那个人是凶手，还是说直接致死的人是凶手？我有个问题，说如果是按照这个逻辑来想的话，万一我找了个很蠢的人，我得不得教你这件事儿？那么就是有一个人教了这个人怎么去杀的这个人。如果我教你了，我还不算杀人犯吗？凭什么直接致死的那个算杀人犯？我觉得你们这个逻辑太苍白了。如果你要认定场上有2个人的话，不可能说找到致死人才是凶手，一定是2个人。这是法律问题，也是道德问题。教唆杀人怎么就不是杀人呢？哎，好侦探。你为什么那么关心连带责任啊？难道你就是那个教的人？我告诉你为什么我这么关心这件事情，因为刚才他说这个教唆者不需要负任何责任，这句话令我很不满。是，我觉得他在保教唆，对，双凶啊。知道我害死过人的只有可能是宁和金。宁今天看起来很不自在，你怎么有点紧张，有点不自在？我感觉你，我真觉得你有点紧张加不自在。好呀。你知道从我这个角度，我能看到他的这边的脸，他这边青筋都爆起。今天听说了一个胆小鬼的故事，在危险时刻，他选择逃离，让朋友承受了一切的灾难。我觉得是他哎。你其实也算啊。为什么？我给你打电话叫你过来救我，你也不来啊。就是他们，失心鬼。你不会因此远离我吧？就是你。我就觉得教唆者是他。打听者要杀老板，对啊，那就存在一个问题了，打听者从始至终就跟老板有仇。对，就是这个逻辑。他是早对老板又不服了。对，所以我想说，谁有人物关系时，我早就想杀老板。他们2个跟你的联系之密切，完全有可能，他们所对朋友做的事儿你是知道的。一个是你的闺蜜，一个是你男朋友啊，你怎么可能不知道？你们2个是不是也有关系？不是，但他杀人的事儿他们俩是不知道的，只有你们俩知道。我们俩怎么知道啊？你也知道他换人了吗？我不知道他换人了，因为我去找他之前我不认识他是谁，你明白吗？所以他来错一个人，我不知道来的不是他，你明白吗？所以他来错一个人，我不知道来的不是他。哦，那明显了。谁啊？他呀，只有他们俩是熟知对方是有这些事儿的。你是他的助理，这是学校所有人都知道。是。